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 Lazy Chinese 的播客。今天是我素清和贝拉老师，欢迎贝拉老师。你好。今天，我觉得台湾人一定对中国大陆有很多想法，有很多问题。那我想知道，贝拉老师，你有没有去过中国大陆？没有。太好了。所以我就喜欢没去过中国大陆的人，对中国大陆有什么想法？然后呢，今天我想看看贝拉老师的想法和问题，然后我来回答你，我来说说我的看法。好 ，OK， 好，没问题。好，那第一个看法或者问题是什么？第一个问题是我自己的经验。那这个经验呢是很久以前我在爱尔兰欧洲的一个国家工作。那个时候我的工作是卖很贵的包包，那些牌子 LV 啊还是 Chanel 啊，这些很贵的包包。对，那常常会有很多那个中国的大妈，他们是一个旅游团来我的店买这些很贵的包包。那他们会看，然后呢，有一天这个大妈她看了很久，然后她选了一个包，她说：小姐，你帮我看一下这个包是不是中国做的？然后我看了一下，真的是中国做的。可是我觉得很奇怪，你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想买中国做的包包？你觉得不好吗？为什么？我觉得这个问题真的很好。我觉得可能有2个点。这个大妈现在她人不在中国，她在爱尔兰，对不对？对。你去了很远的地方，然后你买一个东西，我觉得可能因为中国做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那可能你去旅游的时候，你要买一个东西，然后说这个还是中国做的，那中国人会觉得，那我为什么要在爱尔兰买？我在中国买就可以。有道理，这个是第一点。有道理。这是第一点。对，有的时候当然我觉得中国制造在中国做的东西，大部分的人可能觉得那个质量很难说，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所以呢有的时候是因为这个原因。可是我觉得另一个原因是你去到一个新的国家，你不想要买自己国家做的，你那么远。对，这是我想的第一点啊。然后第二点，你说中国人自己不喜欢中国制造的东西吗？这个问题真的问得太好了。我的答案是是什么？素清老师，为什么你看起来你的脸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有一点点复杂。 OK， 我觉得有很长的一段时间，如果一个中国人看到2个东西，一个是中国制造的，一个是德国制造的，那当然中国人会觉得我要买德国制造的。有的时候甚至不是德国，因为德国它是很有名的，做东西做得很好的，对吧？德国、日本都是很好的。那有的时候可能是别的国家，比如说澳大利亚，比如说可能泰国，有的时候是别的国家。对，我觉得中国人有的时候更喜欢外国做的东西。对，是因为这个东西可能在中国做的很容易坏，还是你们有这个想法吗？就是这个东西如果是我在我买的是中国制造的，比较容易坏，所以你们不想买，还是你们就是觉得其他国家的东西比我们做得好？我觉得中国制造有一个很麻烦的一点，因为我们的价格很不一样。中国有很便宜的东西，你可以想象，如果一个东西太便宜，它的质量不可能太好，对不对？
我懂，是吧？对对对。所以我觉得真的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国人也不太相信中国制造的东西。然后呢，但是最近我又觉得，哎，中国人开始觉得，我们要支持中国做的东西，比如说有一些东西是那个护肤的，就是涂在你的脸上的东西，因为有很多法国的，对吧？可能意大利的，护肤品比较贵，比较好。然后呢，那中国的公司可能说这个是我们中国的，我们也在努力的做，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们。那然后有的人用了，然后说，哎，真的很好哎，然后又很便宜，那可以呀。当然中国人喜欢便宜的东西，所以如果一个东西不太贵，然后又好，那我们也会支持。然后现在我觉得中国可能不是只做便宜的东西，我们也做便宜的东西，但是我们也开始做贵的东西，比如说大疆，你知道大疆吗？不知道，这是卖什么？那个运动相机运动的 DJI 听过了，英文就听过了，英文就对，那个是大疆，那个是中国的公司对，那个是世界上我觉得现在应该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那个相机。对，小米，我觉得小米我也觉得很好，这个牌子小米，我觉得台湾人我有用过，台湾人很喜欢买。是吗？对，是便宜吧？是因为蛮便宜的，是不是？便宜，然后质量也不错，还可以。对，所以我是觉得，如果你说中国制造的东西质量都不好，所以大家不喜欢，我觉得这个是不公平，因为中国制造的东西真的有太便宜的，然后也越来越贵，所以现在中国开始做一些比较贵的东西，然后我觉得很好。那中文有一个词叫性价比，对不对？对，我知道。性价比，对，所以我觉得在中国你可以找到性价比非常非常高的东西，因为你有很多选择。对。但是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我不要那么多选择，我没有时间，就是你给我好的东西。那在中国很难，就是你在中国你就是要在很多很多的东西里选择那个适合你的。懂了，因为我自己也很喜欢买淘宝，就是这个中国淘宝。对，淘宝我们会说淘宝的东西，一些很便宜但是又很好用，我自己很喜欢掏东西买东西在淘宝上面。但是那个不是淘，那个是淘金的淘我们都说淘宝我们不说淘宝，我们都说淘宝货。你这是哪里买的？淘宝淘宝买的。我们对，所以我们一直说错吗？我觉得是错的，那个汉字应该是淘，就是在很多很多东西里面，然后淘一个好的东西，找到好的因为我们台湾人很喜欢说淘宝，我们没有人说淘宝。是淘，那个汉字是淘，不是掏东西，是淘，是找好东西。OK， 那我现在要开始说淘宝，可是可能其他台湾人会觉得我很奇怪，为什么你说淘宝是淘宝？对，你试试，你去告诉他们，他们是错的。OK，好。对，是淘宝，就是真的就是很怎么说？淘宝的东西就是有贵的，有便宜的，所以你就是真的要花很多时间找。所以你说中国人也不喜欢中国制造的东西吗？我会觉得我的感受是很复杂的。有的时候我看到是中国制造的，然后又是很便宜的，那我可能觉得这个东西应该不太好。但有的时候我看到一个中国的公司，他们做的东西越来越好，那我也会觉得很开心，我也会觉得说这个东西又不贵又很好，然后我觉得只有在中国，对，又不贵又很好，真的，对，所以你们如果去中国，你们是可以找到非常好的东西，然后不贵的，就是比你们的国家可能便宜很多的。对，对，去淘宝淘东西吧。对，去淘宝，他们应该付我们钱，因为我们今天帮他们做了很多广告。
但是在中国以前，淘宝是一个 APP 嘛，对不对？淘宝这个 APP 你可以去买东西，可是呢，因为它可能是最早的 APP， 现在淘宝，比如说一个人说，哎，我要买衣服，去哪里买啊？去淘宝，不是真的是淘宝这个 APP， 它变成了买东西。去一个 APP 买东西，懂了。所以你现在中国人说我要去淘宝，不是真的去淘宝这个 APP， 有可能是去小红书，有可能是去京东，对。所以它变成一个词，买东西的意思，是去 APP 买东西的意思，去网络买东西的意思啊！哇哦，因为我们台湾人觉得淘宝就是那个淘宝的 APP 那个 App。我们叫淘宝。OK， 我学到了新的东西，很好很好。对，在中国现在就是买东西的 APP 真的太多了，然后每个 APP 他们卖的东西又不一样，所以呢，你说我要去淘宝，不是真的就是淘宝那个 APP， 有很多别的 APP。OK， 懂了。跟台湾说的不一样，台湾人会说去淘宝就是在淘宝上面买东西，是，对，是的，我猜也是。OK， 好的，那这是贝拉老师的第一个问题，你的第二个问题是什么？第二个问题是我最近看新闻，然后因为我知道在中国的一些大的城市，你们都用手机付钱，比如说支付宝WeChat 这种很方便的。那台湾也有自己的，我们用 Line。可是在一些比较小的那种餐厅，我们还是需要带钱，我们还是需要给老板钱，所以有时候还是有一点点不方便。但是呢，最近我看到一个非常非常酷的东西，那就是现在去中国，你不需要带钱包，不需要带手机，你只需要带你的手。那怎么付钱呢？你只要把你的手放在那个老板的有一个机器，你就哔，你就可以付钱了。然后我看到这个，我有一点怕，因为我觉得那他们怎么知道你有多少钱？那他们是不是可以把你的钱随便拿走？还是不是有人以前可能会偷你的钱包，偷你的手机，现在他们可能会偷你的手？这个这个是让我觉得有一点点奇怪的，对有一点害怕，有一点可怕，是不是？对，没错。对，我觉得有一个新的东西出来，害怕是很正常的。这个手支付，我应该也是昨天前天第一次看到，可能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东西。那贝拉老师，如果你觉得手支付很可怕，那你觉得 Apple Pay、Google Pay 还有阿里 Pay 这些东西和手支付有什么不一样？因为我觉得手支付，我感觉好像手机我可以保护着，我不要给别人看到我的密码，我可以，他可以不知道我的东西。可是手没有一个密码，没有一个就是他可以拿我的手就付钱，我会觉得，我不需要给你密码吗？我不可以，你知道，密码是可以让大家不会看到你的东西，不会知道你的东西。可是手没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我会觉得是不是我所有的东西你都可以知道这样子？你觉得如果你用的是 Apple Pay， 苹果支付，那你所有的钱，苹果这个公司是知道的，对不对？我觉得，如果我和我的信用卡放在一起，那他知道。对，他知道。对，好。然后我猜手支付我还没有用过，但是我猜手支付也是支付宝的一个东西，阿里 Pay 的一个东西。对，所以呢，有可能就是说，他要，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以前有一些 APP，他会要你的脸的信息。
对，然后就是现在苹果手机嘛，有的时候你不想要输密码，所以你就脸，对吧？对对对脸识别，对对对，那这个和手是一样的。对对，可能是用脸，可是我还是拿着我的手机，我还是有一个机器，我觉得比较安心，比较安全一点。可是现在是没有一个手机，我给你我的手，你就可以拿走我的钱，会让我觉得很奇怪。我觉得手听起来比密码更安全。真的吗？对，所以真的，我觉得它一定是更安全的，因为密码那个黑客他可以去看，去找到你所有的密码。但是手，如果你把我的手砍下来，这个是不可以的。对，这是不可以用的。所以没有人可以真的偷你的手。这倒是，这对，没错。对，然后你说那政府是不是知道你赚的钱？当然，政府知道所有的东西。政府当然知道你赚了多少钱。对，但是政府如果他想要让一个国家稳定，他为什么要偷你的钱呢？如果你不可以相信你的政府，你不可以相信这个大的银行，那这个国家完蛋了。他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东西，对不对？你们也知道中国政府有钱，他不需要去偷你那一点点钱，所以你这个担心我觉得是不用担心。那素琴老师，你觉得如果因为你现在住在澳大利亚，你觉得澳大利亚会不会也开始用这种手支付的方法？我是觉得澳大利亚有一点慢，就是如果他要一个新的东西，他可能会想很多，他可能也有和你一样的担心会不会不安全，所以在澳大利亚所有的东西都有一点点慢。对，那你们还是用手机还是信用卡付钱？在澳大利亚，我们在澳大利亚可能挺多地方是用现金用钱，然后还有很多地方就是用卡还有手机都有。那跟台湾一样。对，是一样的。对，我真的觉得我觉得政府已经知道我所有的信息，不管是澳大利亚还是中国。所以呢，我是觉得 OK， 你们知道我的信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是因为我是一个中国人啊，我没有觉得很担心，因为我不要去做不好的事。对，所以呢 OK， 你们知道我的信息，你们不要偷我的钱，我就觉得可以。没关系，没关系。对，没关系，让我的生活很方便，用手支付，用脸支付。我觉得，因为有的时候你的手机没有电，对不对？不是那么方便。对，可能是对，因为我也有那个在外面，然后忘记带手机，忘记带钱包，那我也不可以买东西，所以我还是需要回家或者是跟我的朋友借钱，所以有手支付可能会方便一点，可是我不确定我会不会想用。对，我觉得害怕新的科技，应该很多人都会有这个问题，但是我不担心，我觉得如果在中国我可以用手支付，我一定会用。好，我觉得一个聪明的政府不会偷我的钱。OK， 我的钱也太少了，他不够，他不会找你，他会找更有钱的人。我是觉得中国的政府不需要偷钱。我知道他们要控制，他们要让这个社会很稳定，他们要控制很多东西。但是我是觉得你没有偷我的钱，你让我过我的生活 ，OK， 没问题。没问题。OK，好，那对，还有一个问题，我想问那个素琴老师，这个问题是因为我知道中国有一些城市是像我刚才说手支付啊，然后很方便啊，用手机，但是有一些城市是没那么方便。可能这些人也没有什么钱。那最近在台湾有听过有些中国人
可能没有钱，穷到连茶叶蛋都不能吃，这个是真的吗？等一下，贝拉老师，这个是我告诉你的，还是你真的看到？我好像，但是我有听说有一些地方真的是没有钱，就是那个贫富差距差很多，就是有钱的人很有钱，没有钱的人他是可能不能去学校，然后没有钱去学校。刚才对素卿老师可能有跟我说那个茶叶蛋的故事，对，但是我好像真的有听说，就是贫富差距很大，就是有钱的人很有钱，没有钱的人他可能没有看过我不知道，可能没办法去学校，或者是没办法学习，这个是真的吧？是真的。我觉得当然中国这样的国家就是会有贫富差距的问题，就有一部分的人没有钱，有一部分的人太有钱，对，当然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所以我常常会觉得在台湾普通人的生活比中国大陆普通人的生活好很多。懂了。对，所以我也觉得就是我想啊，在台湾的人如果他们想要相信中国大陆是一个不好的地方，他们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新闻可以看。如果他们想要相信中国大陆现在有很多好的东西，他们也有新闻可以看。所以就是要看你相信的是什么，对，然后你要看的东西是什么。对。那因为我觉得在台湾大部分，就算你是真的很没有钱的人，你还是有机会去学校上学，你还是可以学习。所以这个部分我可能觉得台湾的贫富差距也有，可是没有像中国这么大，就是有钱的人很有钱，当然没有钱的人没有钱。所以我是很讨厌中国的有钱人，我真的很讨厌他们。然后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机会看到穷人的生活，对不对？对，因为穷人的生活没有什么可以看的，很多时候看到的是上海你看上海楼那么高，那么有钱，对。但是我知道中国当然有穷人，因为我现在也有的时候给在中国没有钱去学校的孩子他们钱，所以当然有这样的。懂了。对，但是中国人就是吃饭是可以吃茶叶蛋，吃蛋，茶叶蛋是应该吃得起，一天一个应该还是可以的。好，了解了。所以这个新闻是假的。我觉得很好笑这个新闻。对，就是在吃饭上，我觉得现在中国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可能吃的一般般，但是大部分的人还是可以吃到还可以的东西，好的东西。海鲜呢？海鲜吃得起，可以。海鲜比较贵一点，对吧？要看地方，因为中国太大了。如果在海边有海鲜，但是如果是不在海边，那他们可能就不常常吃海鲜，他们可能吃牛肉啊，对吧？猪肉啊，羊肉啊，所以要看地方，每个地方很不一样。OK， 了解，懂了。好，谢谢素卿老师帮我解答，告诉我对的答案。不是对的答案，是我的看法。OK，好。对，我觉得，我有的时候我很吃惊，就是台湾人，对中国的了解很少，然后呢，我觉得，为什么呢？我会觉得有一点点可惜，因为我常常想，有的时候你不喜欢一个地方没有关系，但是我觉得你应该去看一看，然后你应该决定可能这个地方有我不喜欢的地方，但是也有我喜欢的地方。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有时候我们可能是自己想，
但是去了那个地方，你才发现，跟我想的不一样。对，所以要多去看看。对，我觉得所有的人不要完全相信媒体。对，可以去看一看。你去看了，你去了几次，然后你觉得我就是不喜欢中国大陆，那好，那我觉得因为你看了，你更知道，所以你不喜欢没有问题。对，但是如果你只听媒体的，那可能和真实的中国大陆可能还是不太一样的。对，没错。好的，那我要问问大家，你们呢？你们想象的中国大陆是什么样的？是不是觉得我们很穷很可怜？然后我们的政府一直看着我们，我们都很害怕。对，欢迎大家留言告诉我们，你喜欢刚刚的视频吗？如果你喜欢，不要忘了去我们的网站。我们的网站有更多的视频，有各种各样的话题。我们的视频从零基础一直到高级，还有来自很多不同地方的老师。我们还做了各种各样的系列，你可以看到我们的人生故事，你可以看到经典的故事，你也可以看到哲学、文化等等等等。在我们的视频下面，你可以看到文本。我们的视频还有 KTV 的功能，我们给你准备了简体字、繁体字、拼音。如果你不知道一个词的意思，你可以非常快速的查询。如果你很喜欢某个视频，你可以下载音频，然后听很多很多遍。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记录你的听力时间。好，希望你快去我们的网站去看更多的视频。